泽连斯基面临尴尬境地，多次求美国卖铁穹，惨遭拒绝。这次好不容易美国松口了，乌克兰却有扬言不干的趋势，一国总统竟打算公开赖账。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据悉，在乌克兰的多次请求下，美国动容了，终于打算提供2套铁穹系统给乌克兰。这不就是变相拍板了？这2套铁穹系统会进入乌克兰的口袋。众所周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想要美国的铁穹，但是却遭到了美国的多次回绝。在美国为乌克兰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后，乌克兰自认为美国也会把该武器装备一起打包，但没想到美国如此小气，采取了敷衍态度。本以为这次美国要卖铁穹给乌克兰，后者会很高兴接受，但事实上乌克兰总统却变脸了，陷入了沉思。乌克兰想要购入铁穹系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要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毕竟现在俄乌两国的冲突不是个秘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在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下，乌克兰肯定会考虑下一步动作，美国的手就算伸得再长，也无法全方位的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就把主意打到了铁穹上，想要迫切的得到该武器装备。有句话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乌克兰的变脸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个，但更多的是高额负债的来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该防空系统并不是无偿的，此举不属于上次美国对于乌克兰的后续援助，而是排除在外的买卖。专家对此发表看法，但从火箭费用上看，乌克兰就有点够呛。铁穹拦截10枚的数量就高达100万元，这还是基于100%的命中率，现实中这基本是不会实现的，因此总的成本绝对会比假设的还要多得多。而目前的乌克兰已经接近穷的地步了，军事上都要有美国和北约的援助，就这么一个乌克兰能承担起这笔高额费用？相信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还仅是其中一点，让乌克兰更生气的还有2点。其一，这2套铁穹系统原本是五角大楼从以色列购入的，这也就是说该武器装备无法完全适用于乌克兰，进一步发挥最大利用价值。其二，这2套铁穹系统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有效性让人感到怀疑。俄罗斯的实力可以轻松碾压乌克兰，而这2套铁穹系统是否能够提供一定作用还无从可知。从这里看，乌克兰想要违约的迹象很明显，因为这2套铁穹系统根本就不划算。而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算赖账，一位国际观察人士提出看法，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美国喊高价给乌克兰从中牟利，这点乌克兰是很清楚的，但那又能怎样？乌克兰只能像个小丑一样接着讨好美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曾经的2大海上霸主互掐起来了，英国军舰撞击西班牙巡逻艇，皇家海军这是真的硬起来了，还是只会窝里横？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说到海上霸主，就不得不提曾经的英国，而说到英国，又不得不说一下西班牙。当年英国皇家海军正式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才坐上了海上霸主的宝座。最近这2个国家又闹起来了，英国公然在西班牙家门口欺负西班牙，展现大英帝国的实力，好不威风。据环球时报28号报道称，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在直布罗陀海峡撞击了一艘西班牙巡逻艇。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称，当时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艇正在执行任务，遭到来自英国军舰的撞击。截至目前，西班牙和英国都还未就此事发表声明。西班牙和英国间的矛盾已久，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英国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经营了这个战略要地，西班牙一直都想收回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所有权，双方因此摩擦不断。之前双方在这一地区出现过长达40多分钟的对峙事件，最后以英国海军强行将西班牙海警船驱逐出直布罗陀湾而告终。英国皇家好大的威风，对待西班牙这么强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英国海军硬起来了呢，跟之前在亚太和黑海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要知道，此前伊丽莎白女王航母在中国南海根本不敢嚣张，在黑海地区，英国军舰更是被俄罗斯海军用实弹教育了一番，颜面尽失。有分析师指出，英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中俄面前挑衅失败，只能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找回场子。而西班牙正好赶上在这个时候招惹英国，这下让英国炸毛了，被中俄欺负就算了，小小的西班牙也敢过来触眉头，这不把你往死里整？收拾西班牙对英国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发生驱逐舰撞击西班牙巡逻艇的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在外界看来，这次英国在西班牙面前耍威风也太小家子气了，用军舰撞击别人巡逻艇，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毕竟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还在别人家门口，
况且英国本来就占有了本属于西班牙的直布罗陀，还这么强势的对待西班牙，不免给人一种英国海军只会窝里横的感觉。英国海军硬起来没有，目前还不知道。通过欺负西班牙来找回面子的英国海军，窝里横的标签可能很难撕下来了。本来对英国就已经很不满的欧洲，未来可能将更加的疏远英国。这次事件给英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长远的。最近中国珠海航展开的是热火朝天，但是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参议院阻止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即将停摆的关键时刻，美国却又搞出了件恶心事儿。之前美国财政部提交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日前已经送达了美国参议院审批。当时美国财政部部长在此前就已经对美国发出了警告，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或者求助中国，那么美国将会面临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很有可能造成美国以后只能成为永远的弱国。必须要知道的是，耶伦发出的时间截止日期正好在10月4号，距离如今也不过是短短几天时间。所以如果美国在这个时间段没办法阻止美国经济崩溃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在之后直接停摆。而截至9月29号之前，美国依然不断传来物价上涨、供应链紧张、招工难、部分经济领域衰退等各种问题。所以可以说，现在正是拜登政府停摆加速还是减速，就要看美国如何选择了。然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美国参议院把这份提高债务上限的提案否决了。从媒体报道的消息来看，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原本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法案，在参议院的手中被48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给否决了。而众议院和参议院又正好被美国两党控制，所以美国这是党派争斗，非要把美国给搞崩溃。不得不说，这个消息着实令人惊讶。那么美国之后难道要和我国求助吗？在这种时候，美国如果安安分分的，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但可惜的是，美国似乎真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巨额债务还没还清，又搞了一件恶心事儿，让拜登政府停摆再次踩上加速的油门。据媒体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今日公开发表声明，要出资19亿美元，也就是123亿人民币，帮助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拆除并换掉所有已安装的华为和中兴的网络设备。他们认为这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去年3月，特朗普尚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已经签下了这项法案。中间这1年多的时间，美国也是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一直在打压，但是却没有正式下手。如今这公告一出，直接表明截止时间是2022年1月14号晚，这个举措就真的极有可能实施下去了。那么美国这是图什么呢？就算换了，难道还能伤到华为？这不是吃饱了撑得慌吗？说实话，美国在这个时候突然搞这么一出，明显是在作死，让本就危机重重的拜登政府再次迎来痛击。甚至不仅仅只是拜登政府，整个美国都很可能会直接进入崩溃倒计时。美国又用卑劣方式打压中国，为何津巴布韦说只相信中国？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近日，在津巴布韦先驱报发表的一篇不做美国反华棋子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美国控制媒体抹黑中国企业的事情再一次被揭露。文章中说，美国收买培训写手，教他们如何抹黑在津巴布韦投资的中国企业。文章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的嘴脸，同时在最后还向津巴布韦的记者和普通老百姓发出警示，千万不要被美国蒙蔽和利用。中国作为津巴布韦建国后第一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友谊非常深厚，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是为了津巴布韦的发展的，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会带有一定的政治条件和资源作为抵押或是交换的。中企在矿业、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津巴布韦的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大贡献。一直以来，世界的声音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着。本来一件很普通正常的事情，一经他们之手，像什么恶意剪辑之类的，一件普通的事情就变成了诋毁他人的事情。慢慢的，这种恶意诋毁就变成了他们打压其他国家的武器，并且美国一直在干扰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前段时间，在几内亚发生的军事政变，让中国在几内亚投资的最大铁矿受到重大的影响。而这军事政变背后似乎就有美国的影子，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时刻提防着美国是不是还会通过挑起他国政治变革的方式，阻止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就在美国企图用言论的方式干扰抹黑中国的时候，中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美国的抹黑中国的言论。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国援助津巴布韦的疫苗也到达了。津巴布韦方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和我们津巴布韦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或势力所影响。面对美国抹黑中国企业的问题的时候，齐温很直接地说道：“一直以来，我们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几乎没有国家帮助我们，只有中国站了出来，给了我们希望，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美国无论做什么都不会破坏两国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前迫于美国强大的实力，有许多国家不敢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实力慢慢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敢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意思。中国现在也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